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黑茶。黑茶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普洱茶。那黑茶呢，因为它是经过渥堆发酵的茶，所以呢，它的意境悠远，口感深厚，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。那今天我们就按照惯常啊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黑茶的发展历史、产地、种类等等。黑茶呢，被称为马背上的茶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的茶马交易时期。茶马交易的初期呢，交易的实际上是绿茶，由四川的雅安和陕西的汉中啊，经2-3个月的时间，最终抵达西藏。那由于最早在那个环境下，经有2-3个月的路程呢，没有特别好的遮阳避雨的工具，所以呢，茶叶就要经受大自然的洗礼啊，经受风吹、露晒、雨淋等等。那很多时候茶叶被淋湿了、晒干了，再淋湿、再晒干啊，这样反复的干湿交替的作用的几次之后呢，竟然意外的发现啊，茶叶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自然发酵的过程，反而给它增添了一种独特的口感和功效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那边蔬菜比较少，他们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要的饮食，所以他们的身体里呢缺少那种相应的膳食纤维。那他们就意外的发现啊，这种经过自然发酵的茶叶呢，竟然对他们的消化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。于是久而久之呢，就形成了今天的黑茶。所以我们也有个说法，就说藏茶呢是黑茶的鼻祖，那茶马古道呢也是因此而得名。那黑茶的主要产区呢，就有云南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陕西等等。那当然，其中最有名、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云南的普洱茶。那我先把其他地区的黑茶跟大家做一个分享，最后我们再详细讲一讲普洱茶。那我们就先看一看湖南的黑茶。湖南的黑茶，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啊，安化黑茶，尤其是老黑茶的，喝起来口感非常的温润。那特别是夏天身上长湿疹的时候，肠胃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喝一点安化的老黑茶呢，就会觉得浑身特别舒服。所以安化的老黑茶就有除湿健脾的功效。再有就是陕西的茯砖茶啊，它是在湖南安化黑茶的基础上，再经过一道特殊的发酵，其中会产生一种特别有益的贯突散囊菌，对肠胃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益处。那我们再来看广西的黑茶，它主要就是指广西的六堡茶，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性啊，就是除湿除寒。因为广西的六堡茶在成长的过程中啊，一年365天有200天以上啊，都是在阴雨湿寒的环境下长成。那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对茶树就有一个要求，它要抗湿抗寒。四川的黑茶呢，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茶马交易中啊，最早的藏茶，也就是我们黑茶的鼻祖。那我们就重点来说一下云南的普洱茶。普洱茶呢，按照它的加工工艺不同啊，它就分为生普和熟普。生普顾名思义啊，就是没有经过发酵的普洱茶。那熟普呢，就是经过完全的渥堆发酵以后的普洱茶。生普呢，主要是选择以云南的大叶种茶树的鲜叶为原料啊，经过杀青揉捻、日光干燥，再挤压成茶饼或者茶砖。它的色泽呢是墨绿色的啊，那口感清爽。但是如果在合适的储存条件下呢，就生茶你慢慢的经过一个自然存放的一个发酵，5到10年，它也可以完全熟化。这时候它的色泽就会由墨绿转为棕褐色，那喝起来口感也从清爽变为醇厚。其实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喝经过自然熟化以后的生普的，因为如果是刚刚制成的生普呢，喝起来是非常寒凉的。如果肠胃不好的人可能会感觉稍微有点不舒服。那我们大部分人喝的普洱茶呢，一般是我们指的是熟普。熟普呢比生普的就是多了一个渥堆发酵的这个过程。那这样经过渥堆发酵的熟普呢，让喝起来口感非常的醇厚啊，而且它在我们肠胃中会帮助我们促进消化，另外一个它就是具有暖胃的功效。那我们现在再看看普洱的级别划分啊，就跟我们之前讲过的其他的品种的茶一样，一般茶叶的级别取决于它采摘新叶的鲜嫩程度，鲜叶采摘的嫩度越高，一般这个茶的级别就会越高。所以是一芽一叶、一芽2叶这种都是级别比较高的茶。如果是已经等它长到3-4片叶了，都是大叶了，这样的级别就会相对低一点。那无论是我们买的生普还是熟普啊，我们回家以后
只要储存的方式合适啊，那当然是年份越久越好。它的储存条件要求最好是在避光通风、没有异味的环境中去储存。当然，储存的条件、气候环境不同啊，对茶叶的口感后期都会有影响。比如南方储存的普洱茶和北方储存的普洱茶，因为湿度啊、空气啊等等环境不同，口感喝起来会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再说一下普洱茶的冲泡。普洱茶的冲泡，大家都知道，最好是用刚烧开的10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泡。那我自己喝普洱茶呢，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惯，就是我喜欢用我自己晒干的陈皮加入普洱茶里面。像就跟我们在外面喝的小青柑一样啊，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小青柑，你不能保证它里面的普洱茶的质量。那一般我就会用我自己的老普洱，然后配上我自己吃了橘子后晾干的橘皮啊。我自己做陈皮，这个上是我的一个无意的一个发现。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，我吃了橘子，我就剥了一些，放那儿自然风干，彻底风干后，我就把它放进密封袋里。结果放在我的橱柜里，我就忘记这件事情了。没想到我2020年回到美国以后，我看到橱柜里竟然还有一袋储存的完好的陈皮，而且陈化的非常的棒，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。我就发现哦，原来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做陈皮，尤其如果我们身边买不到特别合适的陈皮的时候，那你自己吃了橘子，然后自己洗干净这个橘皮，再自己储存啊，那这个品质自己还能控制一些。因为普洱全发酵嘛，所以它刺激性也没有那么大，它的咖啡因含量也没有那么高。所以我们在下午的时候，或者有时候睡觉前喝一点清淡的普洱，也是不影响正常的睡眠的。好了，这就是关于黑茶。我们稍微回顾一下，我们之前讲过绿茶，它是不发酵的；白茶大概是10%左右发酵的茶。黄茶25%左右发酵，清茶也就是乌龙茶就是半生半熟50%发酵的，那再就是100%发酵的红茶，以及这种渥堆发酵的黑茶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茶的6大种类。如果大家也和我一样特别喜欢喝茶，也请大家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喝哪种茶。我在白茶那一期我有分享过，我自己特别喜欢喝白茶，因为白茶对女生特别好，它有美容养颜的功效，那对肠胃也没有那么刺激。那像我自己第2喜欢的就是普洱茶，对，因为我刚才说了，我喜欢喝陈皮普洱茶。陈皮和普洱放在一起，真的有一种独特的清香的口感。一般在早上我会先喝白茶，会提神醒脑。如果到了下午还要再喝茶的话，我就会喝陈皮普洱，这样可以帮助消化暖胃。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，我冬天基本上是每天要喝陈皮普洱茶的。那关于茶的6大种类呢，我就逐一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欢迎大家给我点赞支持，谢谢。那也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见。